当地时间周一，美国总统拜登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视频会晤，就经贸、国防等一系列话题进行了讨论。但在对俄制裁上，双方立场显然存在巨大分歧。莫迪讲话期间，拜登数次摇头表达不满；而在当天举行的美印2+2会议上，双方的表态同样存在明显温差。对于美国防长大谈所谓中俄威胁，印度防长却只字未提。美印在俄乌问题上不同调，也为下月即将举行的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埋下阴影。美国总统拜登周一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约1小时的在线会晤。拜登开门见山，呼吁莫迪站在美方一边，共同对俄施压。On that note, I want to welcome India's humanitarian support for the people of Ukraine, who are suffering a horrific assaul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are going to continue our close consultation on how to manage the destabilizing effects of this Russian war. पूरे घटनाक्रम के दौरान मैंने यूक्रेन और रूस दोनों के राष्ट्रपतियों से कई बार फोन पर बातचीत की। मैंने न सिर्फ शांति की अपील की, बल्कि मैंने राष्ट्रपति पुतिन को यूक्रेन के राष्ट्रपति के साथ सीधी बातचीत का सुझाव भी रखा。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会晤开场的前7分钟是两国对媒体开放的简短发言环节，拜登发言仅2分钟，而莫迪阐述印方在俄乌局势上的立场期间，拜登3次摇头表达不认同。有分析指出，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印两国的关系有点僵。对于所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印度一直拒绝谴责。在2月26号联合国安理会和3月2号联合国大会有关俄乌局势的投票中，印度均投下了弃权票，同时呼吁立即停止暴力，强调用对话解决争端。本月7号，联合国大会就是否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进行表决，印度又选择弃权，这引发了西方阵营的批评声浪。拜登就在一次会议中公开点名印度，称印度是美国盟友中的一个例外。该国就俄乌冲突做出的反应不牢靠，外界普遍认为，美国试图通过此次美印会谈向印度施压，以让其对俄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然而，从目前看，即使拜登亲自出面游说，显然也毫无效果。他有他自身的这个国家利益的考虑。一方面来说呢，这个印度的军事现代化，整个这个国防这个军事对俄罗斯依赖太重，与俄罗斯的切割无异于自断经脉。对他的国家安全会带来巨大的这个冲击。第二个就是呢，印度是个能源进口大国，那么俄罗斯在这个时候呢，低价向他倾销呢这个能源什么，尤其是石油、油气资源，印度自然乐不可支，因为这有助于他稳定国内的这个物价，是有关这个政权稳定性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美印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但对美方各种明示暗示联手制俄，印度就是不买账不接茬。您对此如何看？印度现在处于美俄印三角关系中被美俄同时拉拢的位置，在美俄之间进行摇摆是比较符合印度利益的。美印领导人视频会晤的迫切的议题，我个人认为有2个，一个是俄乌危机的问题，美国要求印度改变摇摆和中立的立场，站在美国一边。另外一个就是为下个月在日本举行的美日澳印4国峰会预热，因为印度是四方安全对话中的短板，印度相比较日本和澳大利亚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从白宫会后的通讯来看呢，拜登大概是碰了一鼻子灰，与莫迪老调重弹了一番，尤其是突出了粮食问题。我个人认为，在国际秩序裂变与重组的背景之下，大国关系呢也处于剧烈的调整之中，没有哪个大国愿意扮演棋子的角色，而是迫切的要寻求战略自主，既要设局，利用难得的机会提升自己的地位，也要破局，寻找自己新的支点。但是更重要的是防止自己掉坑。在美印首脑视频会晤以及美印防长外长2+2会晤中，能够看到美印关系的热度在褪去，利益分歧显露出来。莫迪重申了印度在俄乌危机中的立场，谴责了布恰事件，呼吁独立调查，没有明确指向俄罗斯军队。也就是说，拜登亲自出面也没有改变印度的立场和态度。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印度的防务严重依赖俄罗斯，武器装备有6-7成来自于俄罗斯。美国一直忽悠印度要在印太战略中更积极一些。什么时候印度的武器装备主要来自于美国，可能美印安全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即便美国愿意向印度出售武器，
印度要将俄制武器换成美式武器，需要多大的成本呢？除此之外，这次俄乌冲突从武器和战略战术来说，是俄罗斯与北约，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较量和博弈。而现在印度面临的现实就是手中的俄制武器怎么去跟美国进行合作。印度很难将两种不同的逻辑融合在一起，肯定是处于非常拧巴的一种状态。至于印度趁着俄罗斯原油价格低迷而抄底，美方虽然有意阻止，说这么大量买俄罗斯的原油不符合印度的利益，印度外长就说，首先要问问欧洲，他们一下午买的比印度1个月的都多。其实不仅是欧洲，美国也没少买。当然，在本月禁止进口俄油生效之后，美国可能就不会再购买了。但是俄罗斯能源的最大的买家是欧洲。至于说印度买油是不是符合自己国家的利益，拜登这么说的时候心里也是发虚的。其实呢，为了降低美国的通胀，拜登不也是大量的释放石油战略储备，要求产油国增加产能吗？